么样？有何发现？带回了一些食材，让常员送到疾控中心去检验了。我听说指导组的人都提前到了，他们讨论怎么样？我没去听。不愧是你，我这边没有别的发现，接下来怎么办？那么，我们只能用最后一招了。您这个先多喝水。对不起啊，让你来帮忙，结果……哎呀，来都来了，我就好好干吧。万一我要出点啥事，还要你们来救我，我总不能回去祸害我老娘吧？哎，你干得不错。嗯，哎，那我下个月的补助款，你放心，肯定没问题的。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们这些爱学习的呀，选择啥不行，非要选择一个医生，吃不好，睡不好，熬夜加班，还有被传染的风险。而且呢，还要遇到你这么难缠的患者家属。其实，活着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呢，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好好活着，而在努力着。你不也是吗？还有没有不舒服？一定要说，不是常常啊。郑人，你不该出来，回去养病吧。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我志愿献身医学，尊师守纪，恪守医德。我将竭尽全力消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潜修医术，永不停歇，治病救人，永远第一。16年前的海蛇没能妥善处理好群体事件，但这一次不一样，请您亲自检测这一点。这份没问题。
怎么样，同志们，有什么新发现吗？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又恶心呕吐，我认为很可能是癔症。癔症？你们讨论一整天，就这结果？不然呢？你有什么高见？反正不可能是癔症。为什么不可能？癔症是由精神因素、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癔病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哼，学霸就是学霸，知识点背的可真溜。但注意，那是一个人，2、3个人同时发作都没有，更别说上百人一起发作了。当然有。群体性癔症。什么？1518年夏天，爆发于斯特拉斯堡突然开始的一场跳舞瘟疫，你有印象吗？没有。一个妇女在大街上开始跳舞，连续跳了4天以后，参与跳舞的人高达了34个人。1个月之内，整个城市已经有400多人开始在欢乐摇摆，整个城市被堵得水泄不通。你听起来太假了。一点都不假。群体性癔症多发于学校、工厂这些纪律严明、环境压力大的地方。《阿甘正传》看过吗？看过。有很多人跟着阿甘一起跑步，你不觉得奇怪吗？但人家那是文艺表达。我不这么认为。某些时候，强大的心理暗示和某些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诡异的情况。比如说，一部动画片。你也看动画片啊？动画片？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大量观众正在收看当时的热播动画片。那部动画片的第38集《电脑战士3D 龙》。他不但记得叫什么名字和第几集，还居然知道几月几号7点几分播的是什么。大约在18点50分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大量高亮、闪烁的特效画面，随后便陆续有孩子出现症状，从呼吸急促、恶心到痉挛，到出现幻觉等。半个小时之内，就有超过600名青少年被送往医院救治。当时这些孩子被诊断为光敏短性癫痫症，病因就是动画中的光影效果。没错，这是一种叫做 Puck 的动画制作手法。简单来说，就是让不同颜色的光线重复交替出现，制造情节紧张感，像这样。虽然还是无法解释第一批孩子是如何被影响的，毕竟大家都是在家独自观影。但是目前的研究仍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癔症。哇，听你们在这高谈阔论的，我感觉我7年医科都白念了。月姐，你能听懂吗？不是，所以你认为这次病人家属们的恶心呕吐不是什么不知名的细菌感染，而就是一种群体性癔症？对，等会儿见到指导组你也这么说？那是指导组哎，是全国最顶尖的专家们。那又如何？都是医生，都是为了看病。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不服来辩。哎，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别管了，你先进去。唐队，跟我走。目前呢，已经排除食物中毒，那么只剩下传染性疫病。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查出什么病毒。不是病毒。群体性癔症。你是？哦，他的证人是我们海城介入科的主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勇气可嘉。好啊，那你说说，为什么是群体性癔症？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是因为有过类似案例的，发生在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快点找！你这个站长有？我确定，我还在这玩过呢。我在这儿，你去里边找。群体性癔症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合理解释的疾病。研究该现象的人，医生、人文学家、社会学家都没能明确地表现群体性癔症具有传染性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性癔症都是患者幻想出来的，更不是装病，也不意味着这群体性癔症不存在。是啊，根据现代神经影像技术，癔症患者的大脑的确存在着异常活动，这与那些故意装病的患者是不同的。在整个20世纪中，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纪律严明的团队，病人们会出现恶心、头晕、头痛等运动性病症，跟这次工厂的亲属们情况非常的类似。我的话说完了。
你的想法另辟蹊径呐，可惜，医学是要讲究证据的。我们有证据，这是我们在居民楼勘查得到的食材化验结果。94户家庭，252种食材，完全重合的食材只有2种，水和盐。化验结果显示，这2种食材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食物中毒的几率被排除到了最低。那这个也不能证明就是群体性癔症啊。群体性癔症的证据在这儿。哪个？昨天上午，工人们中毒，被送到各大医院抢救。到了中午，钢厂领导知道是硝酸盐中毒以后非常重视，立刻让宣传部给各家属进行科普宣传，用的就是这个。那这和群体性癔症有什么关系啊？诸位都是学医的，我们上学那会儿学到哪儿就觉得哪儿自己疼的这种状况，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经历过，但没有遇到大规模这种情形发生啊。要不是说您年轻呢，这不是给您长见识来了吗？所有的结论都尝试过，但最后的结果虽然看上去不太可能，但也许就是真相。是不是群体性癔症？1个星期以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到底怎么样？快说，别卖关子。103人隔离7天，没有再出现新的症状。新的验血结果也出来了，没有任何问题。根据防疫要求，我代表指导组宣布全体出院。卢副院长，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林博士。500，堵截成功，庆祝一下。没时间，积压了很多手术。你这个人呀，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人家花姐都说了，人不只是活着，还要会生活。我们要会生活，患者就不能活着了。小郑、小苏，对，有时间吧，聊聊。前列腺解毒，这还能介入呢？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严重，确实生不如死。普通的软尿管下不去，需要用金属尿才子。可前列腺没有共有血管啊。没有大的共有血管，毛细血管还是有的。尤其是严重的病人，毛细血管会变大变粗，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介入栓塞术。没错，根据加拿大去年召开的放射学会会议。SIR 2016的一项研究显示，用介入栓塞前列腺动脉，对前列腺增大症是有一定的效果。但作为一种全新的介入方式，
目前还显得有些不足，效果也一般。所以下月中旬，北大邀请了一批业内较有知名度的介入科医生，共同探讨如何完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怎么样，二位有兴趣吗？我对前列腺没兴趣，你呢？我还要研究肝癌介入栓塞术，有很多新想法。你这个有意思啊！哎呀，你们这次新术式的研究，如果获得成功，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还能得到一笔专项研发资金呢。孔主任，我们这个新术式如果成功了，还有可能获诺贝尔奖呢，全球扬名，对吧，500？还能救更多肝癌晚期的患者。你们真不参加？不，参加。他们参加。花儿姐，你还没好利索呢。好了，所以我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给我去参加北大的研讨会，听见没有？这是院长的命令。孔主任，他们参加。回来了。哎呀，以后等人记得开灯哦，吓死我！为什么要买房？我看这套房已经在网上挂牌了。触景生情嘛。一回到这儿来，我就能想起老布，所以就想把它卖了。花儿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医院经营不下去了？怎么可能？我们海城正声名鹊起，蒸蒸日上。要不要来一杯？只是一时间周转不灵而已。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有什么好说的？我自己可以解决。怎么解决？本市最大的风投老板姓董，76岁，男性。是他的前列腺出问题了吧？他有很多基础病，又不敢开刀，想要一种创伤小、无需全麻、可重复治疗但又不影响其他治疗的手术方法。如果你们能在这次研讨会上有所突破，我就能让他给海城投钱。把我支走，也是不想让我看到你落魄的样子，对吧？不至于吧？实在不行还有老布呢，我找他借，他肯定会借的。不行，我了解你。我和郑人会去北大，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事？把你的花衣服重新穿起来，每天要花枝招展的去海城医院，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必须的。你们是要和我们一起去出差？对啊，院长让我们今天晚上在宿舍集合，然后明天早上一起去北大。对，哎，我还听说了，院长说了，这次出差的这个补助是双倍的，是这么安排的吧？挺快啊，你们都到了。嗨，勇哥，你也去啊？我不是为前列腺，我是为连体婴。北大那边好几家人工智能实验室给我发了一些模拟导航系统的材料，
我过去实地考察一下。那就拜托你这位额外专家替我们好好把关了。很好。那我们今晚早点休息，明早6点出发。好。哎，我帮你拿啊。谢谢。哎，鲁道夫·瓦格纳，德国介入的带头人，他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啊。Welcome to China。啊，谢谢。Welcome。谢谢。我知道，因为3月和北大不和嘛，想要抢在北大之前啊，提前攻克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所以就请了鲁道夫教授。这2家打擂台还请外援，这不讲武德呀！不仅如此啊，心理医院也想分一杯羹，所以鲁道夫教授才答应了手术直播。看来彭家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哎，有一说一啊，这万盛的耗材确实好用，但是，你说他这么有名的大拿了，还愿意参加这种小手术，还肯直播，他图啥呀？看来这次不仅要跟国内的比，还要跟国外的比了。伍佰，有信心吗？你错了，你不觉得是 PK 吗？是 PK， 但不是跟人，是跟病。医生从来是跟病竞争，不与同行竞争。被圣人的光辉震慑到的。云哥，不瞒你说，我每次听郑哥这话，我内心深处那个立志从医、无私奉献的小人就蠢蠢欲动，想复活呀！那你还是别复活了啊！我要直接去北大。不先去住处吗？时间还早，我想先去研讨会现场看看。我陪你去吧。我也直接去实验室了。贺哥、伊人，你们先去办入住，我们回头见。好，到时候给你们发定位。走。Professor Rudolph, thank you for coming from such a long distance. Here's the card. This way. We are grateful you can do intervention procedure for the prostate gland. Is my surgical equipment ready? Yeah. The new production line has been delivered for using at Wanshe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They can provide the gadware no matter how thin you want. However, the process. This operation must be live streamed on the Mine and the Soul Garden website. It should be quicker than beta. So, do you have confidence? Confidence? Yeah. Do I really need to prove my confidence compared to the mediocre doctors around here? Are you kidding me? Yeah, I didn't mean that. I do admit that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Haicheng and Edinburgh. That's why we have found you. Goodbye, Professor. Has the word got out? Yeah, it's down. Good. It's true. I've created a truly revolutionary ultra-thin guide wire that will create a qualitative breakthrough in the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of the prostate. And now that the guide wire is being produced, I will arrange a time to broadcast the surgery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moment we nail this surgery, we'll need to get it in front of those award influencers in Sweden. Especially Professor Hummel will have to stand up and take notice of this matter. Okay, Professor. Okay. Okay. Good. Goodbye. 北大，国内顶级3甲医院，每个从医者心中的殿堂。骨科不及海医大，泌外不及北大，心外排不上前10，神外不及北大，整形外科不及。停！照你这么说的话，北大啥也不是了。走吧。区一个介入，搞这么大阵势啊！微创手术，大势所趋。我还是更喜欢开胸手术。也是啊，即将落寞的夕阳余晖，也是能吸引到部分信徒的。你长这么大没挨过打，真挺神奇的啊！云哥，
还真是你，好久不见了。听说你也是来参加这次介入研讨会的，啊？怎么做心外改介入了？这口饭不好吃啊？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啊。你也是，但是云哥，您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干嘛老跟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穷医生讲啊？哎，你们不知道吧？云哥的姑姑是大医院的院长，人家可是要继承家业的。什么医院啊？海城医院。没听说过呀，哪里的？是华北最大的私立医院。私立医院，我说呢。哎，那可能挣很多钱啊。小文，曼欧诊所也是私立医院出身。这位是？不必认识。苏云，走了。小文，去查查那大个什么来历，顺便再探探苏云的技术水平怎么样。嗯。我还没开始反击呢，你就抓我走了？赢了 PK 就是最好的反击，就佩服你这贼能装的能力。少说废话，时间紧迫。你不是说有个学弟在这当住院走吗？这不来了吗？王林，云哥，好久不见啊！笑死我了你！你给我发信息说你要回北大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以为你再也不回北大了。我跟我同事来参加个研讨会哦，介绍一下啊，证人方林。证人？就是你老跟我吐槽贼能装叉。走了。哎，你干嘛呀？你不让我说呀？这，当我吃饭你乱了。哎，话题没有了。什么呀？这。走，云哥。哎，真磕碜啊！说请吃饭就来员工食堂。哎，云哥，你别挑我了，我们这帮住院总能腾出时间给你吃顿饭，不错了。你这变样了吗？变样了，我跟你说，跟以前装修不一样了。那桌。王龙，见过。云哥，我比你小3届，打过篮球。来，坐。不是应该先看患者吗？来这干什么？吃饭，吃完饭再看患者，快坐。我跟你说啊，哥，北大最大的不一样，能点单了。今儿我们几个请客，什么贵点什么。有讲究吗？有。这个，来一盘。大家来10盘。来这，还那个好吃。请问是汪医生吗？你好，我是吕阿姨介绍来的。啊，不是你怎么才到啊？等你半天了都。对不起。片子在了吗？嗯。云哥，我先带他去住院处办个手续。你先忙，你跟我走吧。谢谢。我估计应该是癌症晚期，消化系统的。这么年轻，恶性肿瘤并发的太凶，应该没有治疗的机会了。哎，要不送去中医康复医院呢？找个中医给调理调理。你说呢，云哥？也许吧。哎，还得好吃啊。这个来一个，来。